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无风险资产的价格都在暴跌崩盘，这代表什么吗？过去呢，只有骗子才敢说出来的这些话，但现在这些话都是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亲自跟你说的。只要你是一个懒人，你不想投资，不想做生意，不想牺牲你的时间、美色还有体力去上班，更不想被骂，甚至你完全不想承担任何的风险，你就想要躺着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有人养你，那这种事你想不想要呢？现在只要你把你手上的钱都借给了我日本，我每年就会付给你 4.2% 的利息；借给我美国，我每年就会付给你 5.2% 的利息；借给我英国，我每年就会付给你 5.9% 的利息。任君去选择，你借给谁都行的。反正我们这些全世界经济最牛、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跟政府就会给你去担保。只要我们不会在地图上面消失，政府不会倒闭，那相当于你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风险，你就可以躺着去收钱了。我们就会给你付这历史上最高的利息，你要不要呢？然后你就会发现，无论是美债、日债、英债，全部都暴跌了。参加拍卖投标的人数呢，创了新低了。也就是这么好的条件，竟然没有人去买。但是呢，我们1个月之前开始关注布局的美股，不但反弹暴涨了，而且还创了新高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全世界这种无风险稳赚的钱呢都不赚了，反而要去赚这些高风险但不一定高回报的钱。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扫雷森。今天你是一个大户嘛，比如说你是一家基金或者是保险公司，反正你手上就拿着几百几千亿美元的钱，你能投资的东西呢就3种嘛。第一种呢是债券，比如说美债，以前的利息大概 2-3% 左右，很安全的，但是呢利润就很低。第二种呢是那些高股息的资产，比如说房子的租金啊，或者是电力公司、银行股每年 4-5% 的分红，这些赚的钱呢都会比美债高一点的，但就有一点点的风险。而第三种呢就是科技股，可能大赚也可能大赔，风险是最高的。至于那些没有利息的资产，比如说黄金、白银，或者是高风险的比特币呢，你基本上是不会碰的。所以以前呢，怕风险的大户就会去买美债，想要多赚一点的就会去买高股息的资产，想要赚大钱的就会去买科技股。大家呢各取所需，平安无事了。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美债的利息呢已经飙涨到了 5.2% 了。那么你去想一下嘛，那些喜欢买高股息的资产的人呢，他们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是 4-5% 的分红，而且呢股价还会波动的。比如说你赚了 5% 的分红，但是股价呢却跌了 10% 嘛，那你把这个股票卖出去的时候呢，你还亏了 5% 的。而现在呢，美债是直接付给你 5.2% 的利息啊，而且是几乎没有风险了。那你还会去买那些传统高股息的股票吗？不会了吗？所以这第一批人，那些原本去买高股息股票的人呢，他们不买了，他们就把钱拿了出来，想要去买美债。所以正常来说，全世界资产价格是涨是跌呢，就是要去看美债的利息有多高的。今天我去买美债，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就能赚个 5.2% 的利息。那么你只有 4-5% 分红的股票呢，是不是就比不过我美债了？那么把钱投资在高息股的人，是不是就会把钱转移到美债上面了？但是问题就来了，美国跟伊朗打起来了之后呢，油价就暴涨了。全世界的国家为了去买更贵的石油呢，都必须要把自己手上的资产给卖了，换成是现金去买了。而一个国家能换成钱的资产呢，就是其他国家的债券，比如说美债。也因为这样，当全世界都在卖美债换成现金的时候呢，美债的价格就不断的暴跌了。今天你把钱借给美国政府，你虽然躺着就可以赚 5.2% 的利息，但是明天你卖出去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要亏个 10% 的价格。这样美债其实是跟这些高息资产一样的，你赚了利息，但你却亏了本金啊。那么美债买不了，高息股更不划算，那些黄金白银又没有利息，比特币更不能避险。那么这个世界最大最稳反而最不可能倒的，就是美国的那几家科技巨头啊，就苹果、微软、Google、Amazon、Nvidia 这些公司市值几兆美元，每天的成交量都几百亿的，
进出是非常方便，我想要买就买，想要卖就卖。也就是说，油价的暴涨呢，反而是把美债的钱，把那些高股息股票的钱，这两股大的资金都赶了过去科技股上面。那么原来激进一点的大户呢，他们本来就是在买科技股了，那现在就更疯狂了嘛。也就是说，现在的科技股暴涨了，不是因为这些公司突然间变得很赚钱了，而是因为钱没有地方去了。科技股呢，反而是最安全的资产，这就是被动上涨。而美股的暴涨呢，反而就是救美债最好的方法了，因为这其实不是第一次了。07年金融危机之前也试过了，当时30年美债的利息呢，就跟现在是一样的，涨到了橙色的那条线，也就是 5.2% 的利息左右。然后呢，08年之后，这利息呢就一直跌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救美债就3个方法，而比尔盖茨、扎克伯格、巴菲特这些资本家，他们现在真金白银押注的是第2个方法。什么意思呢？当全世界的无风险资产都在暴跌崩盘，连躺着赚钱的东西都没有人要去买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觉得这跟你无关了，这将会比一切人为的灾难更恐怖啊！如果你看不懂这盘局的真相，你赚钱跟投资的逻辑呢，将会跟现实的结果完全相反的。而视频师傅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为这部影片点赞，你不但可以支持我公开更多内部的布局，这部影片还会自动的存起来，让你无限免费的去看。而订阅我呢，就确保你不会在对的时候错过了这些布局。首先，比较聪明一点的人呢，就会觉得有点不太对了。就是今天你是一个英国人啊，你英国自己的国债就给你 5.9% 的利息，而美国呢，它只给你 5.2% 的利息，那你会买谁的国债呢？而且你是英国人嘛，你手上拿着的都是英镑，对吧？那么当你把钱拿去买美债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把英镑换成美元了？但是美元最近3年对英镑呢就贬值了 25% 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英国人去买美债，你赚到的利息不但变少了，而且汇率还会让你亏 25% 啊，对吧？结果你会发现，英国的央行呢直接拿了9000多亿的美元去买了美债，自己家的国债呢直接不买了。就是如果英国把这些买美债的钱全部拿去买自己家的国债的话，那么英债的价格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崩盘了，而且利息呢也就会跌下来了。英国的政府呢就不需要去付 5.9% 这么高的利息去借钱了，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么做，他宁愿自己家的债券卖不出去，宁愿自己付比美国还要高的利息，都还是要把钱借给美国政府。然后呢，日本也是一样的。日本呢是全世界买美债最多的国家，他花了1万多亿美元去买美债，而他自己家的国债呢已经暴跌到要崩盘了。日债的利息呢已经涨到了 4.2%， 都没有人要去买了。就是很多人觉得日本 4.2% 的利息对比美国跟英国不算高啊，他没有人去买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你要知道啊，日本这个30年的国债其实1999年才推出来的，也就是日本的经济泡沫被刺破了之后，日本的经济失去了30年，整个国家的经济最差的时候才推出来了。而就算日本失去了这30年，整个国家非常缺钱的时候呢，他借钱的成本都从来没有试过涨到 4% 的，但是现在呢是直接涨到了 4.2% 啊。而且日本的汇率呢还一直的去贬值，日本已经把手上的美元都拿了出来去救自己日元的汇率了，手上的美元呢都已经见底了，只要他把这1万多亿美元的美债给卖掉了，他手上呢就会直接多出来1万多亿美元。这1万多亿的美元呢，他不但可以把日元的汇率救回来，而且拿去买自己家的日债的话，日债呢也就不会再崩盘了。日本政府借钱呢就不需要付那么多的利息了。但是日本有没有这么做呢？不但没有啊，而且还跟英国一起这几年不断加大了去买美债。也就是说，日本的经济失去了30年，英国的经济在这个欧债危机还有脱钩之后也不太好了，但是他们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在自己国家借高利贷，这借回来的钱不花在自己身上自救，而是拿去接盘美债。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美债也崩了。你可以去想一下，
日本跟英国呢是在18年之后大量的去买美债了，当时的利息平均也就1%-2%左右，尤其是20年疫情最低的时候呢，他们买的最多了，利息呢只有0.5%。那么现在美债的利息已经涨到5.2%了，你觉得日本跟英国手上1%-2%利息的美债到市场上去卖，能够卖到钱吗？就是你今天想要去买美债，你随随便便都能有5%的利息，但是日本跟英国的美债卖给你呢，利息只有1%-2%，那你会不会去买呢？不会嘛。所以日本跟英国手上的美债，说句不好听的，已经变成废纸了。不但没有人去买，他们也不能够去卖，因为没有人买的时候呢，如果你还大量的拿出来去卖，这只会更没有人去买，更不值钱了。所以你日本跟英国呢，要不就是多拿点钱出来去兜底美债，不要让美债跌下去，要不呢就是我前2期影片所说的，其实美国已经把欠日本跟英国2万多亿的债给拉掉了。所以重点就来了，我们思考巴菲特的布局还有意义吗？这是我们能不能继续讲下去很重要的前提啊。就之前很多人笑我说，都2026年了，你还去分析巴菲特？现在的日债都自身难保了，日元呢也都已经崩盘了，巴菲特呢却把自己家美国暴涨的股票都给卖了，然后转了过去投资日本，那这股神还能信吗？就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呢，基本上投什么都是亏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首先呢，巴菲特他投资了日本，他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嘛，他是在日本前几年利息低到几乎是等于0，跟白松一样的时候呢，他疯狂的跟日本人借钱发债，大笔大笔的把日元借走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他买了5大商社的股票，这5家公司平均给他4%-5%左右的股息。各位，就你借钱，你付出去1%的利息，但你的资产呢就付给你5%的利息，这中间是不是就稳赚了3-4%的利差呢？就单是这一点巴菲特就赢了嘛。他用日本人的钱把日本最大的5家商社给买了下来，成为了最大的外资股东，这几家公司都已经是他的了。然后呢，日本人辛辛苦苦的去上班，赚回来的钱大部分都给这5家公司给赚了，而这几家公司赚了钱之后呢，就会给巴菲特分钱，而巴菲特呢，只需要拿这分到的钱其中的1/5还给这些日本人。这是不是相当于日本人把自己的钱给了巴菲特，让巴菲特成为了他们的老板，然后自己呢就替巴菲特打工，赚到的钱巴菲特拿4/5，日本人拿1/5呢？而重点就来了，现在日本宁愿自己的日债卖不出去，也要去给美债去兜底。他不会去卖掉美债的时候呢，日元是不是就崩盘了？各位，这几年日元对美元就暴跌了超过30%了，而巴菲特他欠的就是日元了。如果他当初借的是100亿的日元，本来呢他要还1亿美元的，但现在日元暴跌贬值了，同样的100亿日元，他只需要还7000万美元就 OK 了。他的债务是不是凭空就缩水了30%呢？他什么都没有做，债务就变少了。还有这5大商社的资产和业务是在全世界的，这5家公司他们赚的是美元、澳元、加元。当这5家公司把利润换成日元去记账的时候呢，因为日元贬值了，这些公司手上赚到的外国货币就能够换得到更多的日元嘛，所以这5家公司的财报利润全部都是暴涨的，股价也是跟着暴涨的，巴菲特手上的股票又会暴涨了一大截了。也就是说，巴菲特他不但赚了利差、汇差，现在股价暴涨的差价也都吃掉了。这5家公司呢，就像日本人白送给他一样的，那他的布局你要不要看呢？而这还只是他第一个布局。历史上就美债呢，也就3个方法，让其他的国家去兜底美债只是其中的一个办法。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中国呢就给美国兜底美债，因为当时的美国就会给中国生意，买中国的东西，中国赚到钱之后呢，就会拿去买美债，这样美债就有人去买了。但是18年之后，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中国就开始抛售美债，所以呢，就只能让日本跟英国去兜底美债。而巴菲特看到的就是这2个经济不太好的国家，他们都赚不到钱，又怎么会有钱去兜底美债呢？
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自身难保，只能在自己国内借高利贷，然后去接盘美债。而当他们都被抽干了之后呢，日本只是被巴菲特选了，英国呢只是被李嘉诚选了去抄底而已。那么第二个方法呢，一开始就已经说了，当全世界连无风险的美债、日债、英债甚至德债都没有人买的时候呢，全世界的钱就会被动的流进去美国的科技股。你可以去想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谁最爽呢？就美国政府嘛，他欠日本跟英国这两个最大的债主的钱已经赖了不少了。具体的方法可以看我前2期的影片，我不重复了。现在呢，自己家的科技股还在一直暴涨，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市场上有一笔钱被养在了科技股的这个笼子里面，越养越大，越养越肥。美国总统他今年也交易了3000多次的股票，这爽不爽呢？07年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美债疯狂的暴跌了，美股跟美国的房地产呢是疯狂的被动暴涨的。最后呢，这头羊养够了就可以宰了，泡沫被刺破，全部就崩盘了。而你以为股市崩盘是坏事吗？对散户来说是坏事，但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呢，就是天大的好事啊！为什么？因为科技股一崩了，市场就会陷入了恐慌，所有的资金都会问啊，我的钱要放在哪里呢？什么都在跌，而唯一看起来还算安全的就是美债嘛。因为美国政府再怎么烂，它也不会明天就消失了，而且美债的利息呢已经被推得很高了，5%以上了。最后那些从科技股逃出来的资金呢，就会蜂拥涌入美债，美债价格就会被买上去了，利息呢就会跌下来了。美国政府借钱的成本呢又降低了，这不是我瞎扯的。07年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的，00年网络泡沫也是这样的，不是第一次了，这不是市场自然发生的，而是早就设计好的剧本的。先用美债的高利息把资金从高息股赶出去，再用美债的价格下跌，让这些保守的资金也不敢去买美债，而这2股资金呢就会被迫挤进科技股，把科技股推成一个很巨大的泡沫。最后呢，在某一个时间点轻轻的一戳，泡沫就破了，恐慌的资金无处可逃，就只能乖乖的滚进去美债里面。这样美国政府呢又有人借钱给他了，利息呢又降下来了，然后一切呢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巴菲特的第二个布局呢，不但是他，还有李嘉诚、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黄仁勋、达里奥、戴蒙，反正就是你喊得出名字的富豪呢，都提前清空了手上的美股。但是美股却一直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救美债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养肥了再杀。而这些富豪手上拿着的都是天量的资金啊，他们不能在最后一秒才去跑啊，他们要提前慢慢的去卖。因为如果他们最后一秒才大量的卖，就会直接把价格越砸越低的，最后就跑不了了。所以手上的钱越多的人呢，比如说巴菲特，他就要更早的去跑。但我们散户不一样，我们可以在最后的一秒才去跑，因为我们的资金量少，我们灵活嘛，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虽然没有大户的资金量，也没有内幕消息，更不是像美国总统一样的造局者，但是泡沫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代表了股价上涨最快的时候，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赚完钱就跑了。我们不想要知道整盘局的真相是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现在是买的人多一点还是卖的人多一点，而这些蛛丝马迹只会在图表上面透露出来。只有你懂得抓住这些蛛丝马迹，你投资的胜率才会提升的。而胜率的提升呢，不代表你长期就能赚到钱，因为投资总有亏钱的时候。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我亏的时候亏1块，赚的时候赚10块，我是不是亏5次都无所谓了，因为只要我赚1次，前面亏的5次都只是我的成本。所以我们投资其实在执行一套系统，这套系统不是靠猜，不是靠内幕，不是靠运气，它靠的是资金的管理、风险的控制、图表的信号，用计划和几率去抹平我们的人性。如果你真的想要把我这套投资的逻辑学会，真的想要长期投资输少赢多，而不是只是为了看影片打发时间，只要你是我的真粉丝，那么今天我不需要你去付$400，甚至不用付1块钱，我直接送你一堂公益课。
但是这一次我们真的准备把这堂公益课下架了，因为我们准备开一个全新收费的课程。那么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赶快点击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啊。而重中之重就来了，2025年的时候呢，就曾经做过了一次压力测试。什么叫压力测试呢？就是先故意搞出一个危机，看看市场的反应，看看钱到底会不会乖乖的跑去美债。2025年的时候呢，美国政府就对全世界搞了个关税，就是你外国的东西要卖到美国，我呢就会先抽你一笔税，这就会让物价上涨，那做生意的成本就会增加嘛，那全世界的经济就会崩盘嘛。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美股就直接从最高位暴跌下来了，然后呢，全世界的股票也都跟着暴跌了。那这就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恐慌，造局者就是要去看看，当股市崩盘的时候，那些逃出来的钱会不会去买美债？结果没有几天，这个关税战就喊停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债也跟着暴跌了嘛。对啊，你没有听错，美股崩了，钱并没有跑去美债，反而美债也被一起抛售了。为什么呢？因为市场就看穿了美国的剧本，大家心里会想你美股崩盘，接下来你一定会印钱去救了你一印钱呢，美元就会贬值，通货膨胀就会来了。那么我现在跑去买你的美债，就算我赚了你5%的利息，到时候美元却贬值了10%，我是不是还倒赔了5%啊？所以聪明的钱不去了，那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跑去买没有利息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前2年几乎每一部影片都说在布局的黄金跟白银啊。因为市场上的钱发现了美债不是避险资产，黄金才是啊。美债风险是什么呢？是美国会印钱赖账。那黄金的风险是什么呢？它只是不会生出利息，但它呢不会因为印钱而亏掉本金了。所以那一场的测试证明了3件事。第一呢，就是美股崩盘了，钱也不会去美债。第二呢，就是钱宁愿去没有利息的黄金跟白银，也不去美债。第三呢，美国想要戳破科技股的泡沫来救美债，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那美国剩下的就只有第3个方法，也是最原始最粗暴的方法，就是美联储扩表印钱，自己去买自己的债嘛。这条路呢，美国是一定会走了，因为它没得选。你会发现22年美联储就开始缩表了，所以蓝色的这条线从22年开始就往下跌了。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2026年这条蓝线竟然开始微微的往上涨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美联储其实已经开始偷偷扩表印钱了。而这就是巴菲特甚至是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的第3个布局啊。巴菲特他买的是什么呢？日本的5大商社，而这5家公司手上握着的是什么呢？煤矿、铁矿、天然气、粮食、有色的金属。这些东西呢，是美元越贬值，它们就越贵了，因为资源是全世界去定价了，美元不值钱了，你就要花更多的美元才能够买得到同样的矿、同样的粮食。巴菲特他不是在看多日本，他只是在看空美元。他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美元将会下地狱。他手握天量的现金了，他不是真的都是美元的，而是高利息的短期美债。这笔钱很灵活，只要美股崩盘了，他就可以进场抄底了。然后呢，很多人不知道，比尔盖茨呢已经买了27万英亩的美国农地。那他为什么不去买科技股呢？他自己本身就是科技股的始祖啊。因为他知道，当美联储开始印钱，当美元开始贬值，什么东西会涨呢？粮食。你不管有没有钱，你都要吃饭。通膨越厉害粮价就涨得越凶。而谁拥有了土地，谁就能够在粮价暴涨的时候躺着收钱了。而扎克伯格呢，他买的是什么呢？你可能以为他只是在搞元宇宙、搞 VR 的，那你仔细看一下他这几年的动作，他在疯狂的买夏威夷的土地啊。而且是一块一块的地去买了，买到当地的人都在抗议了。他在盖地下碉堡啊，几万平的那种，有农场、有能源、有水源，可以自给自足啊。你想想，一个不到40岁的科技富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之一，他在怕什么呢？还有很多人，亚马逊的贝索斯也在囤地，08年做空次贷泡沫的 Michael Burry 也在押注水资源、农地、黄金。桥水基金的达利奥也在囤黄金，
就是他们都已经在用真金白银给你示范，做的这么明显了，就是在压住美联储会印钱，所以才会投资实物资产的。他们是对是错，不是你我有资格去评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只是当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我最好不是在裸泳的那一个人。所以你要不要趁着这一次的财富大洗牌的机会，把你的钱放在避险资产，甚至是会暴涨的资产上面呢？不但去自救，甚至可以借此来跨越阶层呢。如果你想要学习一套适合你的投资系统，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也要学的技能，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哦。好了，各位，今天这一期的内容信息量有点大，如果你看不懂，可以多看几遍，反正是免费嘛。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你留言给我，我们一起理性讨论。我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